我们两个在一起1年多了，他现在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，甚至要我放弃本来的专业去和他一起工作。我要求的这些还不是为了我们两个的未来着想吗？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为什么他不能为我做一些牺牲呢？我知道他为我付出了很多，但他总是和我强调之前为我牺牲了什么，让我觉得压力特别大。我和他说自己付出多少，不也是想让他知道我有多在乎他吗？我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啊，他怎么会觉得是我在逼迫他呢？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却总是需要处处迁就他。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挖坑等着我往里跳。这段感情的压力好大，他们是来解压的吗？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严23岁，来自河北职源；女嘉宾小陈22岁，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谈恋爱多久了？1年多了。1年多了，是怎么认识的？是之前我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上，就是喊了一些同学，然后就互相认识了。你追的他？对。哦，小片里说你为他付出了很多，是吧？对。先说说你的付出吧，好不好？都付出了什么呀？那么委屈？就比如说之前吧，是快毕业那会儿，他是还在上大3，我当时已经。你在哪儿读书？天津。在我们天津读书啊。当时我是已经签约了一家南方的公司，就是说我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去啊。但是吧，我就是为了他，我是怕他在天津自己孤单嘛，然后也想多陪陪他，就没去南方，还是留在天津工作了。你家是哪儿人啊？石家庄。哦，那不离天津很近吗？你怎么能说是为了他的呢？但是我是想去南方来着。想去啊？那你也不能说就为人这姑娘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已经签约了，然后我就是差不多因为他，然后我就留这儿了。啊，我问问姑娘，他当时要去南方的时候，是你要求他的吗？不是我要求的，他每次就是说以为了我的口吻，就是说为了我怎么样。哎，你看我为了你，我都没有去南方城市，我喜欢的地方都放弃了。我这么问吧，他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你们俩商量过未来吗？没商量过吧？没商量过，所以去南方这件事儿你也没跟他商量。自己就把南方的签约就不去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我是后来才跟他说的。等于留下来之后才跟他说的。对。好，还为他做了什么呀？就是之前就是一块吃饭的时候，当时是就是一帮人也不知道吃什么，然后就是他朋友说去吃海鲜吧。本来就是我感觉就是自己应该是没啥事儿了，然后我就少吃了一点海鲜，然后就是晚上还是过敏了。就是本来我是海鲜过敏不能吃海鲜嘛。那你可真不能吃。但就本来是觉得没啥事儿了，然后就是没想到还是出事儿了。那又不是我逼你吃的，你海鲜过敏你可以跟我们说你不能吃呀，我又没有非要吃海鲜，你也没跟我说呀。我会那么严重。那你现在又说是为了我吃的海鲜，而且之后他就总拿这件事儿来说你看我为了你海鲜过敏都忍了，你却为我这样都做不到吗？他总是拿这种理由来道德绑架我真是特别压力特别大，我也挺委屈啊。我没有绑架你。我这么说不是就想让你。可是你这样一说，弄得我就特别没办法。我挺感动的，你为我付出挺多的，我知道你也在乎我。可是你这样一说，我就弄得我逼迫的我没有办法。行吧，这儿反正补一句啊，电视机前的各位，谈恋爱的时候，如果有什么食物过敏的话，千万不要为了对方，也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强吃，这不好会出人命的啊，这非常严重啊。对呀，我也没逼着他吃呀，他就行，反正男生是觉得他为你做了嘛。除了为他放弃了南方的工作啊，这是你说的。除了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吃海鲜，你还为他做了什么？就我快毕业那会儿，本来就是我跟一个学长就是在他公司帮忙，然后是一个兼职，每周6日都要去的。我怕毕业之后工作忙没时间陪他，然后我就把兼职辞了，想着就是6日多陪陪他。可你也没问过我需不需要呀？而且我之前周六周日都跟朋友一起玩，然后他也有事儿，然后他突然间就是说，你周六周日能陪我了，我当时挺开心的也。但他就是有一次，他就是朋友那个有事儿，都带着女朋友去要聚会什么的，然后我说我有事儿，我去不了了，已经跟学姐约好了。但他就是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了陪你，都辞职了，得罪了学长，还都是为了你，你就不能陪我一次吗？我当时很懵。
我也没提过要你周六周日陪我的意思呀。而且就算你要辞职，你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。你现在又怪在我头上，以为了我的这种口吻来道德绑架我，就要求我做一些我不喜欢做不到的事情。不是，我也没有怪你的意思呀。可是你这样说出来就是总这种。姑娘，我问你一句啊，你有在日常生活里跟他说我希望你多陪陪我吗？我没有说过，从来都没说过。对呀，我觉得就是男生他就是有自己事儿就可以忙自己事儿。我要有要求的话会跟他说，我都没有提过，他就是现在就是说为了我辞职了，还得罪了学长。也就是说你在做这些决定之前你是不会告诉他的，是吧？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或者说你有一些什么事儿想跟他聊的时候，你会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我听姑娘说的意思是这样的。差不多是这意思，但我也没有总说这事儿。天哪，还没有总说吧？你成天就是不光是这些事儿，有好多事情都是这样。还有什么？一有点小矛盾，就是总说我为了你怎么样，怎么样。然后有一次就是国庆节，我妈从老家回来看我，她带着我们去吃饭逛街，我觉得挺感动的，觉得还挺细心，也挺会照顾人的。然后有一次她周末提出要我回他们家见他父母。我觉得挺不合适的，还没有到见父母的程度吧。结果他就说：“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了你，我连那个客户什么都得罪了，那个工作也弄得挺不好的。你妈来的时候，我也那个陪着你们逛街吃饭。你这样，你觉得你做的对吗？”他又是这种，就是又说是为了我怎么样啊？你去他家了吗？后来？然后去了，然后见他父母了，然后。他父母对我也不是挺满意的，觉得我现在还没毕业，也就觉得以后俩人也不一定能长久。那他见你母亲是以什么身份见的呢？就以朋友的身份见的，然后说带着我们吃吃喝喝什么逛街的。本来弄得挺好一个事儿，后来线上他就说为了我怎么样，心里其实挺委屈的吧，兄弟。对我觉得就是我见他父母了，然后我带他见一下我的父母，对他也是一种尊重，就是对我们两个未来也是有点好处的。那你们俩现在为什么而冲突呢？是因为你要毕业了？也不是，就是他总是就是以为了我的口吻，说是我为了你怎么样牺牲了什么，那我放弃了什么，就总感觉就是逼迫着我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啊。姑娘，我换一个方式问你啊，就是当你第一次知道他是因为你没有去南方而留在天津，你心里有没有点小感激？对呀，我是特别感动，我当时也挺开心的，觉得他为了我们以后想的挺多。我想着以后我也就是毕了业不回老家了，就留在这儿，也想着跟他好好的。结果他就总说是为了我，我难道我没付出吗？我也付出了呀，他总说是为了我，就总觉得我就弄得我压力特别大。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儿都不能做选择了，就他总说我为了你怎么样，你就不能。不是你什么事儿不能做选择？姑娘，你能举例子给我们听听吗？就好多事情，你什么事儿不能做选择？比如说上次我们就是他跟他朋友约好了要去旅游，然后当时他的那个时间也没弄好。我当时也快过生日了，他就说你过生日了，我这次陪你吧。然后后来我有事情想那个出去玩，他就不想让我出去玩，说你看上次我为了陪你过生日，我连朋友的约都爽了，得罪了朋友，你现在就不能陪我吗？总逼迫着我做选择。当然事是这么事，但是我就是没有。你是经常逼迫人做选择吗？没有，我他自己就是意识不到。我只是跟他商量而已啊。你这是商量吗？你总是说为了我干什么？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他总是说这种。你有大事儿吗？这都没什么呀。我学的是设计，以后也想从事设计这份工作啊。他在外贸上班，然后就想着让我就是毕了业直接去他那儿啊。我本来也没接触过外贸呀，为什么就非要让我去那儿呢？我想就是我们在一个地方上班，每天在一起时间能长一点。你担心他在其他单位工作碰到更优秀的人，你们这段感情会变得很脆弱不可靠吗？你有这个担心吗？你告诉我。这个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让他跟你在一起上班呢？他又是学设计的，跟你的专业又不对口。就是我可能就是怕他就是在别的单位受欺负了，就是受什么欺负呢？就可能就是工作上的就是不太懂的。你就直接说出来嘛，还是害怕？是不是有担心吗？你告诉我。有一点吧。所以你希望他未来毕业还是在你能够关照他的这种环境里面去生长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他如果就不这样，可以吗？也可以，这个都是可以商量的。是可以商量还是可以？可以商量的。你现在你们俩情感最大困惑是什么呀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就是之后工作的事。就是工作啊。问问女生，喜欢这个男生吗？
我觉得我们俩现在感情还在啊，感情还在。喜欢他什么呀？我当时见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挺正直，然后挺稳重的那种，感觉挺有安全感的人，也觉得他挺体贴细心的。啊，这个现在变了吗？这1年多的时间变了吗？他就是总拿那些事儿弄得我觉得他对我的爱就慢慢消磨的，就感觉没有了，已经也。好吧，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，让他们帮帮你们吧。来，一起进入信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男生，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讲投入产出比的东西。不是说我付出了多少，对方就一定要回报给我多少。爱是一种很美好的意象，有的时候可能两个人一方付出的特别多，但是可能过了很多年以后，他们两个还是分开了。难道你去问另一方讨说你把那些还给我吗？他怎么还给你啊？没办法还给你。你其实满足了你自己内心的感受，即使像你说的一样，你说我都是为了他，我为了他，我为了他，在你为了他的这个过程，你自己感悟到的是生活的幸福感，是内心自己的一种满足，你自己特别爽，但他都不知道呀。有的时候这就像当年的那种物交换，没有货币的时候，说哎，我给你个地瓜，那你得给我一个土豆。我不想给你这个土豆，而且我也不想要你的这个地瓜，是你一厢情愿非得把这个地瓜给我，跟我换，我不想换。所以他非常难受，他一睁眼睛他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男人他每天告诉我有付出那么多，所以我是欠他的，这是我的债主，我得还债呀。我想做这件事情，债主说了不能做，所以我就不能做，是这种心理状态吧？所以压力很大。你跟他交流的时候，比如说你今天不想让他出去玩，你就跟他说你今儿别出去了呗，你陪陪我呗。干嘛非得说那天我为了你我都没出去，所以今天你为了我。它不是一个等价的东西。我希望你们两个可以从这种交换式的爱情过渡到互助式的爱情。不要换不来的，就是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帮助你，你帮助我，我们一起好好的往前走。不要为了谁，是为了我们的明天。祝福你们，谢谢。我觉得留不住的人始终是留不住的。对，你看，一个是想要做自由的小鸟，想要飞，因为你的人生才刚开始；一个呢，我死活不让你飞，我哪怕做一个牢笼，做一个笼子也把你罩起来，没用的。就是你所有的强人所难，所有的对他的管理，都是你自己在瞎想。他不想让你管，说白了，本质就在这儿嘛，什么压力啊什么的，说到最后就是你不想让他管嘛，管太多了嘛，而且你用这种絮絮叨叨的方式管我，是吧？你呢？为什么用絮絮叨叨的方式管他呢？因为你没别的办法嘛，你觉得自己也不够出色啊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够去长久的挽留住这样的一个姑娘，最后你就絮絮叨叨絮絮叨叨。你看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付出那么多，一个一个的牢笼做成一个笼子，关不住他的。谈恋爱只看向结果，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。恋爱这件事情其实过程是很美的，每一个当下是很美的，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你们为了在老是考虑我们未来结果要怎么样，所以反而放弃了我们当下的那种很好的生活或很温暖的生活。你让他弄得压力很大，你自己也弄得很痛苦。你们现在这个恋爱没谈好，还谈什么结果呢？结果不是这么谈的。就每一个当下是最重要的，每一个当下最后组成了你们的人生，所以当下的美可能才推向于你们的结果。结果这个东西你说你去计划它，你也年纪也不是很大。比如说我吧，我现在都很难计划5年之后的我是怎么样的。时代发展太快了，你根本想不好的。每一年我们的事业都在发生变化，每一年我们的科技都在发生变化，每一年社会都在发生变化。他大学还没毕业呢，你就已经计划好跑到你那边来，你们俩在一个小单位里面，然后一起干活。你那个单位万一明年倒闭了呢？
对吗？计划不好的，他飞走了，你还会有别的人，他飞到别的地方去，还会找到别的男生。但是你们曾经有过的那1年时间，现在这个当下是属于你们的，不好好享受这个东西，老想着有的没的那些东西，有什么用呢？男生，我真的要跟你讲一下，就是共赢这个事儿。谈恋爱就是你开心的时候，我也开心。不管我是付出也好，你是获得也好，我付出的很开心，而不是我很痛心。这叫付出，这叫爱情里面的付出。所以你把我对你的付出是我的牺牲，你的获取，这就不是爱了。记住我这句话，学会用共赢思维去谈恋爱，你们这场恋爱才能谈得好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先说说男生啊，其实伸手要来的爱情不珍贵，要挟来的爱情不光彩。我不知道你心中对这个女孩的爱有多深有多浓，但确实如你所说，你的方式和态度都有问题，所以造成了你今天如此被动。我们中国话还讲究留白，在你的所编织的这幅爱的画卷里，你铺得太满了，满满当当的，没有给人喘气的机会。但是我们也说，这个文艺复兴以后，欧洲的绘画是铺满全纸的，人物都好像扑面而来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艺术形式存在？因为双方都需要那样的激烈。所以我们看到你们之间的爱情，他想留白，你想铺满，核心问题是什么？还是爱的不对等。固然你的方式有问题，但其实爱的双方这个天平不对等，也造成了你们今天的这个局面。姑娘刚才一直用大篇幅的语言去形容她给你带来的压力，固然压力存在，但是我觉得核心的问题，你别不爱听啊，我觉得你爱得很虚伪，因为你并不那么爱她。如果一个在浓烈的爱当中的女性，对方为自己做出的一点一滴，你不会说哎呀你千万别说为我而做啊，你会心存感激，说你看我爱的这个男人他为我做了什么。正因为你不够爱他，所以他付出越多你越反感，你越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回给他对等的感情，所以我只好说你看他道德绑架我。实际上如果从好的一面来讲，你其实道德感还是有的，你认为你给不了他给你的那些，但从不好的一面来讲，你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有那么爱他。所以我觉得爱情或深或浅，或痛或快乐，都可以互相去交流去感受，但重要的是你得坦诚，你要告诉他你真实的感受，你也要告诉自己我对他的爱有多浓。做不到那么爱就别勉强自己，也别抱怨他，告诉他我对你的爱就这么点儿，如果你能越来越优秀，能够吸引到我，能够让我为你的魅力折服，我可能会越来越爱你。但是对不起，今天的你的这个样子，我没有那么爱你。所以我觉得你们都坦诚地面对自己。男生不管是这次恋爱还是下一次爱情，学会留白。女生不管是这次恋爱还是下次爱情，告诉自己要真诚面对内心。希望你们遇到更好的自己，也遇到更好的另一半。谢谢。所有追求结果的人都得不到长足的快乐。你说他道德绑架，那我想请问你，为什么他绑架不了别人，只能绑架你？可能因为他还是在乎我的，也想要为我。我是说，为什么他不能绑架别人？这一套只对你有用。这就是严老师所说的虚伪，因为两个人都想站在道德的高地，把对方说得体无完肤。我们常说一句话叫真心换真心。如果你付出的真心只是为了换取真心，那你的真心已经不再是真心。我们都希望我们所有的付出能够得到应有的回馈，这是正确的。但至少在你付出的过程当中，你不是带有这种私心的。如果在付出的过程当中，你一直想着我的付出是为了换取回报，那你的付出就会锱铢必较，你的付出就没有那么彻底，就没有那么真诚。很多人这一辈子总想拿第一名，但是当真正的拿到了第一之后，会发现不过如此。不是因为第一的
那个分量不够重，而是当你真正拿到第一名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，我怀念的是奋斗到第一的那个过程，那个投入。我刚才说为什么你会被绑架，就是因为你没有像孩子一样说出内心真正想说的。其实我没有那么爱你，请你也不要那么浓重的爱我，并且整天把它挂在嘴边，让我非常的不快乐。但一方面你又要说他道德绑架，又不肯承认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也没有投入太多，那你就会被绑架。你说呢？自己清楚了，你才有可能真正的面对问题，否则的话两个人就纠缠不清。你明白吗？60秒是最好的时候，不妨把心里的话都道一道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我是觉得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像陆琪老师说的那样吧，你们要觉得谈得愉快，接着谈；谈得不愉快，毕业你们就分手也无所谓，没有谁对不住谁，因为你们在谈恋爱的期间是真心为彼此付出了，这就没什么遗憾了。来吧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觉得我之前说话方式什么的可能有些错误，我向你道歉。但是我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就是一直走下去，互相帮助对方改掉自己的毛病。你觉得如果你能改的话，我想着我也会考虑我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，我也想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我做的也有哪不对的地方，我也会认真考虑一下的。你连背影的温柔不爱。谢谢你们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啊！来，请关门。最终他们会怎么选择呢？开门。来。我觉得他可能是不爱我了，他说的那些都是借口。如果他走了，我也就祝福他吧。谢谢，请回。我忽略自己。